在我生日宴上，丈夫的下属用俄语低声说：萨莎今晚给您备了惊喜。丈夫切蛋糕的手未停，含笑看我，用俄语回应：他床上花样确实多，晚点见识。别让夫人发现，否则我得睡沙发。满座哄笑应和。他们不知道我自幼精通多国语言，更不知我早已在暗格发现他藏着的手机，里面存满他与萨莎的龌龊视频。我未发作，只联系拉斯维加斯就部办了新身份。3天后，克莱尔·维加将人间蒸发，他永失所踪。第1章。生日宴席间，下属嬉笑着用俄语对黑手党家族继承人托尼·甘比诺说：先生，萨莎备了厚礼，今晚有宴福了。托尼将切好的蛋糕递给我，温柔祝福后，用俄语答：那姑娘床子功夫了得，叫人难抗拒。今晚会，千万瞒住夫人，免得我被赶出卧室。下属保证我绝无察觉。我顿失食欲，放下蛋糕。托尼凑近，温热呼吸拂过我耳畔：怎么不吃？不合口味。他眉眼关切，我只觉恶心。刚与下属谈论其他女人床技的丈夫，此刻演技精湛的荒诞。我想撕开他层层面具，看虚伪到何种地步。没事，只是好奇你们聊什么这般严肃。托尼轻点我鼻尖，宠溺一笑：谈码头货运，怕细节吓到你才换语言。他忘了我们维加家族未败落时，生意遍及全球。我自幼浸淫多国语言，俄语不仅懂，且流利。不想多待，我推开他揽在我腰际的手：你们继续，我去花园透口气。不等他回应，便转身离去。沿途宾客仆从恭敬问候，待我走过又窃窃私语。甘比诺夫人命真好，当年婚礼惊动欧洲各大黑帮，年年生日宴奢华，结婚多年还如胶似漆，真羡慕。往日听来甜蜜，如今字字刺心。无人知深爱我的丈夫早已背叛。上月偶然在他书房暗格发现备用手机，相册存满名为萨莎、阿登的女子照片视频，不同地点、角度的缠绵，不堪入目。视频中托尼捏他下巴笑：你比他有趣多了，家里那个像木偶。木偶？原来我仅是如此。我未动手机，原样放回。随后动用维加家族残余人脉，筹备脱身。手机震动将思绪拉回。小姐，新身份与瑞士账户已激活，3天后航班信息发至邮箱。我家族那边我顿了顿，抹去我所有痕迹。对方犹豫：您确定？一旦清除，世上再无克莱尔·维加。若甘比诺先生失控寻人，我淡笑：他不会寻我，他早已厌弃我了。明白，您保重。刚挂断，阴影笼罩头顶，谁不会寻你？第2章。转身迎上托尼探究目光，我平静收手机。远房侄女被男友背叛了，他紧盯我面部，确认无异常才松弛，拉我入怀，下颌轻抵我发顶：克莱尔，我会做最好丈夫，绝不负你。倚靠熟悉又陌生的胸膛，我问：若你背叛我呢？他手臂骤然收紧，勒得生疼：没有若，你是我唯一所爱。假设而已，我不依不饶。沉默良久，他气息拂过我耳畔，温柔残忍：那就惩罚我，让我寻遍天涯不得见。克莱尔，你是我软肋，失去你，我如何独活？我弯起无笑意的眼。惩罚已在路上。3日后，我要他悔不当初，永失所爱。清甜女声响起：甘比诺先生，您要的东西备好了。萨莎，我名义上的助理，托尼新宠。他身着侍者服，托盘而立，姿态恭谨，与托尼所言床上狂野判若两人。托尼颔首平退，看他们默契配合，我只觉恶心。黑帮少主与情妇，演技精湛，不进军娱乐圈可惜。若非那部手机，我恐至死活在童话里。托尼忽然附住我双眼，低声诱哄：克莱尔闭眼，生日惊喜到了。5、4、3，数毕，他撤手。没有烟花玫瑰。他心腹单膝跪地，奉上丝绒盒，镶钻银质勃朗宁手枪，冷光凛冽。
托尼自身后环住我，引我握枪。克莱尔，今日起你与我共享权柄。此枪如权杖，谁敢不敬，格杀勿论。我垂眸争冲。5年前他同样环抱我递温牛奶，说会永远保护我。如今赠枪，说共享江山。托尼扳过我欲吻，手机骤响。他蹙眉，说了今晚勿扰。瞥见屏幕那刻，他神色一滞，来电显示无名，只一颗醒目爱心。他轻咳静音，指尖却在口袋忙打。我清晰捕捉他眼底闪过的欲望。果然如此。在抬头时，他满面愧疚。克莱尔，抱歉，本应陪你庆生，但家族急事。不想听拙劣借口，我打断，去吧，正事要紧。他如释重负。往常会深吻告别，此次只轻触我额角，便匆匆离去。目送他背影消失廊道，我转身走向监控室。第3章，监控屏布满别墅每个角落。我调出地下车库画面，托尼的车位离庄园，反停在最隐蔽角落。萨莎拉开车门钻入，径直跨坐他腿上，搂紧贴耳低语。托尼眼底欲望翻涌，掐他下颌深吻。虽无声，激烈动作已说明一切。车窗缓缓升起隔绝视线，车身开始规律轻晃。我靠近冰椅，心口如遭重击，痛到窒息。早知真相，亲眼所见仍如剥皮拆骨。出狱时托尼重度洁癖，从不许人碰他车，说副驾为我专属。如今任由其他女子在车内放纵，爱到甘为誓言。闭眼强压情绪，再忍3天，克莱尔，你就自由了。未回宴席，我直返卧室。深夜开门声惊醒我。托尼携酒气与夜寒入内，见我在床，肩线骤松。克莱尔怎么早回了？我处理完急事，去宴厅寻你不着，差点掀翻庄园。瞥向床头钟，凌晨4点。他与萨莎在车内纠缠7小时，才想起我。荒唐至极。累了先睡，忘记告知，谎言重复千遍已成自然。托尼神色松动，甩外套上床，紧拥我如玉揉入骨血。别再这样，若你无声消失，我翻遍世界也要锁你在身边。我闭目不动。3日后，纵他掀翻天地，也永失我踪。次日，托尼早起做丰盛早餐。克莱尔，昨日是我错，别生气可好？现在知道愧疚。看他讨好模样，我默然推过桌上备好小盒，回礼。2日后拆，盒中是甘比诺家族灰金币，历代主母信物。我曾刻名其上，发现背叛那日刮净名字，唯余空币。这是我留他最后物件。托尼接过好奇，为何等2日？有深意。我浅笑，届时拆开，方知意义。他眼中期待愈盛，以为惊喜。好，我应你，2日后拆。萨莎端咖啡入内，放杯时袖口微滑，露出手腕男表。去年我送托尼的生日礼。托尼顺我视线望去，面色骤变，眼底慌乱与怒意交织。他猛地起身，拽萨莎手腕，近乎拖行拉出餐厅。克莱尔，家族急事，你先用餐。我走至2楼露台，花园全景尽收眼底。托尼紧攥萨莎手腕，他身颤如泣。他却猛推开他，强压怒火，疯了？谁准你带这个？安分点。若被克莱尔察觉，我让你人间蒸发。萨莎瑟缩落泪，抖手取出文件。我不该来，但确诊白血病，晚期了。医生说最多活3月。托尼，死前只想多看你几眼，我怕。我呼吸一滞。萨莎，晚期癌？可他昨日分明气色红润。第4章，托尼听闻血癌晚期，霎时僵住。他抢过诊断书，阅后怒意尽化，震惊痛悔，怎会如此？何时的事？别哭，我找全球顶尖医生，倾家荡产也治你。萨莎摇头气倒他怀中，没用了，医生说无力回天。托尼，我不治了，你陪我走完最后时光，好不好？托尼眼眶泛红，紧拥他嗓音沙哑，好，我陪你。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依。萨莎只气仰脸吻他。托尼未推拒，反扣他后颈深吻，比车内更痴狂。
直至萨莎喘不过气才放开。见他要返回，我立即下楼坐回餐桌，佯装饮奶，心绪复杂难明。托尼入内时，满面我未见过的悲痛与愧疚。克莱尔，我需出国断10日，家族要事需亲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我点头，好。他松口气，匆匆收拾行李离去。望他背影消失，我瞥向日历，这或是最后一面。当日下午收到萨莎彩信，他病伏卧床，托尼握他手满目柔情。见了吗？我装病他就愿掏心掏肺。我怀孕了，等告诉他误诊时他必狂喜。你这百事正妻该退场了。原来他出差是陪情妇。甘比诺少主被女子耍得团团转，可笑至极。幸我无子嗣，可干净利落脱身。此后2日，托尼无音讯。我趁机清空别墅内所有私物，置于小行李箱。临行日破晓，柯蒂斯车后门外。车驶上高速时，电台晨间新闻播报，本市2大家族昨夜火并，死伤惨重。我心一沉，李佐家族是萨莎曾效力的夜总会靠山。萨莎发来视频，托尼浴血笑对他：萨莎，恨李佐家欺你，我已清理门户，无人再伤你。这是我赠你手礼。又一条短信，见了。他为我掀起战争，你呢？凭什么与我争？他今早在郊外圣心堂求婚了，说要让全世界知他真爱是我。此次我回复，恭喜，祝2位百年好合。拔出电话卡，折断抛窗。按计划进行，柯蒂斯。圣心堂内婚礼进行曲中，萨莎婚纱夜地挽托尼走向圣坛，满面交金。牧师捧圣经欲念誓词，典礼大屏突插播快讯。紧急新闻：10分钟前，一女子从跨海大桥跃下，身份确认为甘比诺家族少主夫人克莱尔·维嘉。记者平静播报回荡教堂，托尼霎时面无血色，掌中钻戒坠地，轻响滚过冰冷大理石。